我娘人淡如菊，从不鸡娃。10岁那年，有修仙者欲收我为徒，他果断替我拒绝。他哪有什么天赋，大字不识一个，算命先生都说他活不过20岁，天煞孤星的命格。修仙者不好勉强，乘飞剑而走。我只能继续拿着破碗，和我娘沿路乞讨。16岁那年，我替书生卖字画，书生带着攒下的金银上门提亲，想要求娶我。我娘又替我拒了。她素来和外面的男人胡来惯了，早已不是清白女儿，配不上你这种读书人。她清高，经常和我说，像我这种人，就别妄想着走捷径，一步登天。18岁那年，我被她一贯铜钱卖给了屠夫当媳妇，不到2年就被活活折磨致死。等我在睁眼时，却回到了修仙者欲收我为徒那年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孩子，你要不要跟着我学仙术？面前一个仙风道骨的老头，捋着胡须，笑眯眯和我说道。我才知道我回到了10岁那年。前世凄惨的记忆涌到大脑，我不堪忍受的摇摇头，想把那些记忆全部丢掉。老头以为我是拒绝，有些可惜的叹了口气，正欲御剑飞走。我连忙抓住他的大腿，高声道：我愿意，我要修仙。师傅在上，请受弟子一拜。我刚磕完头，我娘就拿着破碗出现了。她看着师傅十分警惕，把我拉到身边。师傅解释，他只是看我根骨齐家，想要收我为徒，助我修仙。我娘脸色更差了。我们凡人就该老老实实过日子，还妄想成为什么神仙。再说他哪有什么天赋，大字不识一个，算命先生都说他活不过20岁，天煞孤星的命格。我确实没活过20岁，但也是因为摊上了他这样的娘。10岁那年，也的确不认得一个字。他总说女孩子读什么书，以后也是要嫁人的。若不是我后面跟在书生身边，通了些文墨，当真要当一个文盲了。我怕师傅真不要我，立刻捡起地上的树枝，写了我的名字。我叫左玉。我大声念出我的名字。我娘立刻反驳，胡说，你明明叫小草。师傅没听我娘的，反而问我为什么叫这个名字。因为有人说过，我是一块璞玉，只差一个被雕琢的机会。师傅，您愿意做那个执刀之人吗？其实名字是前世书生取的，他觉得我聪慧非常，却看我被我娘如此搓磨，便偷偷给我取了字。师傅哈哈大笑了几声。你这孩子，投我脾性，你若愿意好好跟着我学，将来定能出人头地，大有作为。我娘一听到后半句，人就不行了。她这辈子最怕的就是我出人头地有出息。前世我无数次要翻身的机会，全被她搅和黄了。这事她也一定不会轻易放我走。大家快看啊，这老骗子要和我抢女儿啦！可怜我怀胎10月，一点点把他拉扯到这么大，他3言2语就要把我女儿拐卖走了。天理何在，公道何在啊？我娘使出了她最擅长的绝招，就是一哭二闹，把路人的注意力全吸引了过来。我们在这条街上乞讨了有3年，不少人认识我们母女。而师傅今天不过是路过的，自然衍生。众人的心立刻偏向孤儿寡母这边。你这老头怎么那么不要脸，能干出当街强抢孩童的事来呢？估计就是看人是乞丐才那么做的吧。呸，看着仙风道骨的，却是个人渣。第一次被人戳着脊梁骨这么骂，师傅脸一阵红一阵青。我真的怕师傅被气的，直接一走了之，不管我了。也有样学样，一把鼻涕一把泪道，呜呜，不是这样的，师傅是个好人。我讨的饭钱都被我娘拿走了，我肚子饿，师傅就给我包子吃，还给我钱。他看我跟骨好，说想收我当弟子，带我去宗门修仙，是我自愿跟着他走的。众人看我乞讨的碗里果然有一块碎银子，又看我嘴角泛着油光，显然刚吃了带荤腥的食物。他说修仙就修仙，仙门是那么好进的吗？我看他就是个骗子。众人的心思又跟着我娘的话动摇了。我抬起袖子，一边擦泪一边偷瞄师傅。师傅接收到我求救的信号，勾了勾唇。谁说我是骗子？他从干坤袋里拿出一个玉牌，上面刻着玄隐宗3个字。众人哗然。玄隐宗可是当今第1修仙宗门，没有人敢有胆子冒充他的门人，
更没人有胆子伪造玉牌。现在我可以带他走了吗？师傅收起玉牌，询问我娘。我娘还想阻止我，路人们反而做起了说客。那可是玄隐宗，多少世家弟子挤破头都进不去的。你女儿跟着你就是一个请儿，还不如跟着仙人。等她修为大成，你这个娘不也跟着沾光吗？他们不懂我娘。我娘和其他人的娘不一样，因为他人淡如菊，视金钱如粪土，视名利为虚妄。明明落魄为乞丐了，还说着人不能为5斗米而折腰的话。可我每次乞讨来的钱，却都被他抢走，只给我点剩饭吃。对着那些世家子弟，他都嗤之以鼻，更别说什么修仙门派了。他是不会允许我有任何机会过上好日子的。于是他又开始演苦肉计了。呜，就算他说的是真的，可我怎么舍得与女儿分开呢？她还这么小，我女儿肯定也舍不得，对吧？不，我舍得。尤其是经历了前世的遭遇后，这辈子我只想逆天改命。娘，算命的断定我活不过20岁，可是如果能修仙，我兴许还能有机会活得更长一些。你不想看我活得久一点吗？我娘被噎住，她知道如果再阻拦下去，等下挨骂的就该变成她了。如果仙人真要带走我女儿，也可以，但我有一个条件，我也得跟着去。师父是个好人，他虽然有所顾虑，但还是带着我和娘一起上了清风山。我成了玄隐宗最小的弟子，我娘则被安排在后厨做一些切菜烧柴的活。整个玄隐宗都在传，掌门人从凡间收了一个启儿做弟子，连启儿娘都跟着上来。不少人过来看我们娘俩的笑话。只是我还没入门，师父老人家就说他要闭关了。走之前丢给我一把铜剑。昨玉，你根骨奇家，是我这100年来看过的最适合修行的体质。以你的能力，只要能谨守初心，定能名扬天下。我不奢望可以名扬天下，只要能吃得饱，穿得暖，不再被人轻易拿捏，我就满足了。老头捋着胡须，一脸高深莫测地看着我。且看着吧，这师傅领进门，修行还得靠个人啊。说完，就把我扔给那些师兄师姐们，当甩手掌柜去了。我娘听说掌门闭关了，高兴地回房收拾包袱去了。我就说吧，他这种门派掌门人怎么可能教你？你也甭学了，趁着天没黑，赶紧和我下山去。我挣开他的手，举着那把剑，发誓道：不，我偏要学。我不但要学，还要学得比其他人更出色，不给师傅丢脸。新来弟子们的第一课就是学会御剑，如果这都学不会，后面的也没必要学了。由于我是掌门人亲自带上山的，没有正经过宗门的资质审核，他们对我的天赋都有些怀疑。其他几个疯的人，有的还专门逃课过来看我。昨玉，我冷不丁被点到名。说话的人是柳师兄，他比我早入门3年，是个世家子，最是瞧不起身份低贱的普通人。你既然是掌门带上来的，想必天赋极高，这种入门的御剑之术，你应该早就会了吧？他虽是在夸我，语气却极其轻蔑。我是启儿的身份，不是个秘密，他们瞧不起我也正常。我实话实说道：柳师兄，今日是我第一次接触御剑，师父说你天赋极高，既如此，师兄相信你一定已经掌握了诀窍，不如上来给大家演示演示。他刚才只教了一遍，但御剑的口诀和捏诀手势却深深印在我脑海里。正式开课前，我一直按照师父所说，专心练气凝神，这些日子也感到丹田日渐充盈，确实想要实战一下，检验学习效果。只是等我解下背上的剑匣，打开盒子，却发现师父给我的剑不见了，里头不知为何躺着一把木剑，和市井孩童玩闹的木剑一模一样。霎时间，一片讥讽声传来，哈哈哈，这就是你带来的剑？启儿果然是启儿，还以为我们在这陪他玩过家家呢，连把正经的剑都没有，拿什么御剑？我心中却有慌乱。我明明上午还检查了一遍，剑的确是被我收在剑匣里的啊。逡巡四周，我忽然看到趴在芦苇丛里的一道熟悉的身影，心里咯噔一下。是了，我娘怎么可能那么放心让我过来上课？想起早上的情景，她说今天是我第1堂课，给我在厨房做了早饭，
让我吃完再过去。便是趁着那时候，偷偷换掉了我的剑。我拿着这把只有我一条胳膊长，边缘都没来得及锯光滑的木剑，只能硬着头皮上了。我把剑放在地上，心里默念口诀，手指翻飞，做出御剑诀的手势。只见木剑晃晃悠悠飞起，又跌落。我收获了一阵群嘲。我不信，又试了一次。这一次，木剑倏地飞起，直冲芦苇丛而去。我娘被剑指着脸，吓得连滚带爬地走了。我手腕一转，让剑返回，竖立在众人面前。场面顿时寂静无声。柳师兄，这算什么？你能御剑飞行才算数。一番操作下来，我已逐渐掌握御剑术的诀窍，起初的害怕也没了。我再次捏诀，跳到木剑上，两手展开，剑便以极快的速度绕着山头转了一圈。我在上头盯着下面的人。师兄，我这样可算过关。柳师兄没有理由再为难我。等我回到家中，我娘已经坐在桌前，一副要找我算账的样子。好你个小草，来这儿不到1个月，就敢拿剑指着你老娘。我就说这里不是教养人的地方，把你都给带坏了。我刚和你们掌教说了，今天就带你下山，咱不学了。我沉着脸，现学现用，背在身后的手捏了个诀。那把被我娘藏起来的剑受到召唤，光速飞来，堪堪停在了离我娘1拳头的位置。我娘吓得不敢动。娘，这御剑术我今天刚学，没学精，要是一会儿情绪激动，不小心伤了您，就不好了。说着，剑尖又往前进了1寸。让我下山的事，也在我的威胁中作罢。我娘，你别高兴太早。我听你们师兄说，下堂课就要学练气了，材料什么的都得自己准备。没有钱，我看你怎么练。我收回剑，坐在一旁静静擦拭，不理会他。他还想刺激我几句，不过很快被厨房的人叫走，去帮忙了。说实话，师傅给我的这把铜剑太重，我用着并不趁手，还不如先前的木剑好使。我还是想有机会练出属于自己的兵器。但是娘有句话说对了，没有钱就买不了材料。没有材料，我拿什么练气？这玄隐宗也是要考核的，要是我有门课不及格，最后还是会被赶下山。看来我得想办法赚钱了。我把先前想要和我请教御剑术的弟子们聚起来，单独给他们开小灶。他们说我的讲解比柳师兄透彻，都想跟我学。很快，靠着他们给的学费，我凑足了买材料的钱。只是还没等我买到材料，掌教就把我叫了过去。我看到柳师兄和我娘时，就有不好的预感。掌教，听说你单独给弟子们传授御剑技巧？柳师兄冷哼一声，什么传授技巧，分明是借机敛财，掌教你此次定要严惩。我娘立刻站出来，将他人淡如菊的人设发挥到极致。我一直教这孩子要和同门相亲相爱，没想到他竟然一门心思钻到了钱眼里。作为他娘，我是绝不会包庇他的。他勒索来的钱财都在这里，请掌教查收。我没想到，我藏在枕头里的钱袋子也能被他翻出来。掌教，我不知道私自给弟子们讲学是违反门规的，而这些钱也是他们为了感谢我自愿给我的，并不是我娘所说的勒索。掌教看我认错态度良好，又是第一次犯错，就只罚没了我所得的钱财，抄门规10遍作为惩罚。拜我娘所赐，练气课来临时，我材料都没准备好。去上课前，我娘还专门找来看我笑话。人个有命，你是从我肚子里出来的，我能不知你是不是修仙的料？还是早点认清事实，没做白日梦了。乞丐就是乞丐，变不了凤凰的。类似的话，我从小听到大。以前当她是我娘，还会任由她摆布。但是重活一世，我一定不会再如她的意。练气课上，弟子们都带着大包小包的东西过来，很多还是一些珍稀的材料，有价无市的东西。这堂课是掌教先生亲自教学，柳师兄作为助教从旁辅助。而我自来了清风山后，手上能作为材料的，只有一样东西了。小师妹，你不会打算就拿这把现成的铜剑交差吧？你这可算作弊哦！而且看这把剑的资质，就是把下品凡剑及不了格的。
柳师兄又开始阴阳怪气我了。自从我进玄隐宗第一天，他就看我不顺眼。知道这次他是助教，我早做好了心理准备。我直接越过他，向掌教请教：先生，之前你也没说材料要什么样的。这把铜剑作为我炼器的材料，应该不算违反规定吧？掌教点点头，无妨。讲完炼器的要义，掌教就让我们开始用手中的材料进行炼器。我本来是打算重新炼一把趁手的兵器的，但现在只能拿它回炉重造了。希望师傅不会怪我。3个时辰后，已经有不少弟子的兵器练好了，柳师兄开始催我。我稳住心神，不理会他的干扰，盘腿坐于地上，往炉火中注入真气。时间不知道过去多久，体内的真气源源不断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抽走，丹田的真气几近干涸，我没忍住一口血喷洒在了剑炉上。悠悠转醒后，我就看到掌教一脸怒意：你差点走火入魔了，那剑怎么样了？掌教无语。事发突然，我刚才突然跟疯了一样，才没人关心我的剑练得如何了。我艰难地站了起来，手握在滚烫的炉盖上，打开它。霎时银光射出，直冲云霄。一柄瘦长如柳叶的剑飞出，窜入我掌心，发出凤鸣般震耳欲聋的声音。我把它举到面前打量它，疑惑道：这是我的剑？掌教也瞪大了眼，看到那被掀翻的屋顶和剑身散发的通体流光，顾不及胡子被剑气割掉一半的胡子，抖着手指着剑道：你竟然练出了上品仙剑！300年了，玄隐宗竟又出了一把上品仙剑。各大峰之间奔走相告。我娘自然也听说了这件事，她无论如何也不肯相信是我练出来的，遂把我拉到掌教面前，告状道：那剑不是他练的，我亲眼看到，剑是掌门送他的。玄隐宗唯一一把上品仙剑，100年前就被魔族的人抢走了，即便是掌门再偏心，也送不出仙剑。这点我娘这个外人不清楚，但掌教不可能不知道。柳师兄也破防了，会不会是他勾结了魔族，学了什么禁术？我不信他一个小丫头轻松就能练出仙剑来。魔族若有禁术可以练出仙剑，也不至于大动干戈到门派来抢了。掌教，够了！我信掌门的眼光，他能收卓玉为徒，定有他的道理。自此，我从那个被人人嘲讽的小乞儿，一下跻身掌门高徒，风头无两。我娘更恨了，天天在背地里咒骂我，说我和我那个该死的爹一样，就喜欢这些名望地位，是个俗不可耐的人。我娘在生我前其实是个娼女，因为模样长得好，当时不少人喜欢她，但我娘偏偏喜欢上我爹。当时的我爹还是个穷书生，因为模样俊俏，又会讨人开心，哄得我娘心花怒放，又是给他钱助他科考，又是替他生孩子。可是我爹拿了钱，睡了人，就不见踪影了。直到有人从京城回来，和我娘说见到了我爹，他考上了状元，成了公主驸马，享尽荣华富贵。我娘散尽千金，替自己赎身，带着肚子去京城投靠我爹。没想到我爹并不认他，我怎么看得上一个下贱的娼妇？你们这种人只配低贱的活着。我娘受了刺激，自此最恨那些追名逐利之人。我生下来后，他也不待见我，只给我取了个小草儿的贱名。他说我生来就不配过上好日子，我亲爹都不要我，连地上的草都比我高贵。我一开始觉得他可怜，被我爹辜负才变成这样，所以凡事顺着他，以为总有一天他会醒悟，会对我这个唯一的女儿好。但是我越长大，他反而越变本加厉。我不想活得像我娘一样，他认命了，可我没有。老天爷给了我重来一次的机会，我说什么都会牢牢抓住。但是我娘在我铸出仙剑后就慌了，她怕我失去她的掌控，她怕我变得越来越优秀，和爹一样抛弃她，所以她开始每日盯着我，无论我做什么，她都要跟去，找到机会就给我泼污水，给我找了一堆麻烦。偏偏我是她的女儿，世人最在意孝道，我不能也赶不了她走。要不是我铸出了仙剑，凭她给我找麻烦的速度，我已经不知被赶下山多少次了。
时光匆匆，过去8年，头2、3年我还活跃在众人面前。后来为了让我娘少惹麻烦，我除了完成掌教的功课外，几乎足不出户，不是在房间修炼打坐，就是在院子里练习剑法，从早到晚。每当这时，我娘就会觉得无聊，磕了一地瓜子皮后就回房休息了。然后某天，我那闭关多年的师傅终于出关了。人间的帝王听说这事，派人送信过来，说是大旱3年，民不聊生，希望掌门可以亲自出马祭天求雨。隔日午后，师傅吃完饭，像是终于想起我这个便宜徒弟，朝我院子溜达消食来了。他捋着胡须，昨玉，听说你练出仙剑了，不错不错。我背着良心回道，都是师尊教的好。昨玉啊，你知道我向来是很看重你的。我开始警惕，所以师尊有个重大的任务要交付给你。我那便宜师傅没想着教我一招半式，一出关竟然把那祭天求雨的麻烦事丢给我了，然后摆摆手又闭关了。溜得极快，门派所有人都措手不及，纷纷议论掌门偏心，竟然把这种好事给我了。掌教没法，只能把我唤到面前。既然掌门让你去，你就去一趟吧。你在玄隐宗修炼这些年，也该下山历练了。是，这次祭天求雨是关于天下民生的大事，做得好是造福百姓，但如果出了意外，非但会惹怒帝王，还会辱没门派名声。我知道，这最大的意外往往都出在我娘身上。回到家后，我垂头丧气的。我娘果然追问我掌教找我何事。她说我这些年在门派里只吃饭不干事，想赶我下山去了。我娘眼睛一亮，真的？我点点头。我娘多年心愿终于得偿，兴高采烈收拾东西，准备和我一起下山。我在她身后悠悠道，她交给了我一件苦差事，门派里的人都不想去，所以这苦差事就落到我身上了。我娘动作一顿，转过身问我，危险吗？我忧愁道，非常危险，又没有什么好处可以捞。娘，你快收拾东西和我下山吧，到时候我忙起来，你还能给我洗衣服煮饭。我娘扔下包袱，呸了一声，什么意思？想要老娘下山伺候你啊？想得到挺美。掌教是让你下山办事，又不是去享福的，娘就在山上等你回来。得嘞，等的就是你这句话。我压下眼中的笑意，装出十分难过的样子。娘，此行我定过得十分艰难，你在山上好好照顾自己。看到我即将受苦，我娘很是满意。行了，别废话了，今天就下山去吧。掌门没有亲自来，皇帝非常失望。看我年纪轻轻，又是女子，对我的能力不太相信。如果你真能求来雨水，姑就送你1000两黄金，封你为女祭司。但倘若你求不来雨，姑只能拿你的命告慰天下的百姓。好在每个玄隐宗弟子，平时除了要研习经文、祭炼法器外，还要参与各种修真科仪，如开光、祭天等，增强自己的修为。祭天求雨是大功德，造福万民。是苦差事不错，但如果成功了，我也将修为大涨。只是后面半句话我没有和我娘说。我写下一张采买单子，皇帝叫来了户部侍郎，这是开坛祭天用的仪器，你陪着玉仙子去采买吧。我得知户部侍郎就叫宁平，这要巧，和我那从未谋面的爹一个名字。我暗暗吐了口气，心想幸好没让我娘跟我一起下山。开坛当天，我整理仪容，检查好所有仪器，走到祭台上。烈日炎炎，百姓们却蜂拥而出，把祭台围得水泄不通。请仙子救命，求来风雨。他们个个饿得面黄肌瘦，如同前世的我。当年我娘为了活下去，把我贱卖给了屠户，换了半斤猪肉和一串铜币。所以我比任何人都希望这次求雨可以成功。可是我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。人群中，一抹熟悉又灵活的身影挤到了最前面。他高呼，大家别相信他，他就是个钱儿来骗大家的钱的。动静闹得越来越大，被皇帝注意到，传人让他上来问话。我娘跪在皇帝面前，指着我道，他原本是个钱儿，我是他的亲娘，之前一直是沿路讨饭吃的。
他不知道上哪学了点邪门歪道的东西，就骗陛下说懂祭天，其实就是为了骗陛下的钱罢了。皇帝面露迟疑，我娘咬咬牙，甚至不惜自曝，转而指向一旁协助祭天的宁嫔。宁嫔18年前在盐城与我有过露水情缘，这情儿就是我与他的孩子。户部侍郎惶恐地跪了下来，刚想否认，却听到陛下说：“我记得宁卿确实是盐城人，你实话实说，姑恕你无罪。10几年前的风月之事，承认了顶多是被笑几天，但如果否认了，事后被人查出来，就是欺君。孰轻孰重，宁嫔不会拎不清。”他看向我娘，叹了口气：“陛下，臣确实与这女子10几年前有过一女。”大家看我眉眼与宁嫔却有几分相似，瞬间哗然。亲娘出面说我是骗子，那多半就是真的吧？众人顿时叫嚷着要把我杀了祭天，以平民心。我娘在我下山前偷了我的弟子玉牌，一时之间我确实无法证明身份，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。只是还没等我开口，一个身穿朱红臣服的男子突然走了出来，跪在陛下面前。臣担保，这位卓玉仙子确实是玄隐宗的弟子。我远远望去，只能看到这个男子的背影。我娘呸了一声：“你凭什么担保？你又没见过我女儿。”男子直起腰板，转头看他：“10年前，你可是在盐城乞讨？”我娘：“是又如何？”那就对了，10年前我也在盐城，当时亲眼看到玄隐宗的真人收了一女乞儿为徒弟，那乞儿还有一个娘。而正好呢，在下素来过目不忘，你就是那乞儿的娘吧？他转而看向陛下，8年过去，那女乞儿正好如卓玉仙子这般大。陛下，我们祭天求雨，看的不是出身背景，而是看是否有真本事。请您让卓玉仙子试试吧。我后面才知道，替我说话的是新科状元，人品端正，很得皇帝喜爱。既然是他开了口，皇帝便准了。祭天仪式结束，天降甘霖，3天不息，百姓们欢呼雀跃，称我为神女。我娘又开始咒骂我：“你和你那个没良心的爹一样，这辈子竟贪慕这些荣华富贵了，还敢骗老娘！要不是你柳师兄，我还要被你蒙在鼓里。你这个小杂种，就是只养不熟的白眼狼。”我就猜到是柳师兄和他说的，光靠他一个人根本下不了清风山。不过我现在根本没心思追究这些，脑海里都在想着帮我的人到底是谁。直到我在皇帝为我举行的庆功宴上看到了这位状元，虽然过去了那么些年，但这张脸至今仍偶尔出现在我梦里。前世我刚满15岁，我不想再去当乞丐，过手心朝上的日子，就到处打听有没有我可以做的活。但是他们要么嫌弃我的身份，要么觉得我是女子，吃不了苦，都不肯收我。我饿晕在了一个摊子前，画摊的老板是个文质彬彬的书生，他给了我吃的。你如果愿意，可以来帮我卖画。他的声音很温柔，我几乎没有犹豫的就点下了头。那一年，我骗娘自己是去前面的街市乞讨，其实是绕了大半个城去帮书生一起卖字画。他生意不算好，但养活自己刚好。我不愿意拿太多钱，反正存不住，都会被我娘拿走。他就说要教我读书认字，我迟疑，可我娘说女孩子不用读书，迟早要嫁人的。可是不读书，糊里糊涂嫁了人，受了欺负，你连理都和人说不清。我一想，对啊，所以背着我娘开始认字读书。她经常夸我，说从未见过像我这般聪慧的人，教一遍就懂，还会举一反三，是块璞玉，所以给我取名左玉。我在她身边待了1年多，即便小心翼翼的隐瞒，到底还是被我娘发现了。她把我拽回家，说我不知羞耻，年纪小小就在外面勾引男人。在我被我娘关禁闭的1个月后，书生拿着1袋银子和一些礼物上门，小生心悦令千金，想上门提亲。他模样俊朗，文采斐然，早已名声在外，只等过2年科考，说不定还能中个进士。对我们这种出身来说，算是高攀人家了。如果是别家，肯定会欣然应允，但我娘不一样，她这辈子并不想看我好。我娘轻蔑笑道：“呵，
她算哪门子的千金？你莫不是被她骗了？而且我女儿素来在外头和男人胡来惯了，早已不是清白的女儿，配不上你这种读书人。后面我听说她回去的路上遭遇刘匪抢劫，死在了途中。得知消息后，我哭了好久，也是那一刻开始恨我娘。原本以为不会再看到她了，没成想这辈子她竟然活到了科考那年，还成了状元。酒宴后半场，看我一直盯着她看，她起身端了杯酒，走到我面前道：“卓玉仙子，我敬你一杯。”我愣了一下，半晌才举杯站了起来。状元郎，别叫我什么仙子，叫我卓玉就好。我特意把卓玉二字重重发音，想要看他的反应。我不确定他是不是也和我一样重生了。他温柔地看着我，和前世一样。那你也别叫我什么状元郎，叫我无恙即可。无恙，无恙。我眼眶忽然冒出了热气，红了一圈。我低喃道：“这辈子能看到你无恙，真好。”后面我又试了他几次，才确认他确实没有过去的记忆。这样也好，这辈子没有提前遇到我，顺利进朝为官，风光无限，这才是他应该有的人生。而我拒绝了陛下赐予的女祭司封号，把黄金给了无恙，让他替我接济贫困的百姓。而我娘因为公然污蔑我，让朝廷差点求雨不成，以欺君之罪下了大狱，死不了，却要被关上很多年。我可以为他求情，但我不想，这么多年也是时候让他尝点苦果了。我这次下山本是为了祭天求雨，势必也该回去了。无恙送我至城门，我还能再见到你吗？我静静看着他，嘴角扬起了一抹笑容，一定会的。那在下就祝仙子能得偿所愿，一化北冥鱼。听到这话，我愣了下，没想到这事他竟也这般懂我。我没有选择留在地京，是因为我向往更广阔的天地。我要好好修仙，终有一日，如师父所说，让卓玉之名名扬万里。我也祝君一鸣从此始，相望青云端。来日我们顶峰相见。30年后，魔族入侵人界，边疆大乱。我奉师尊之命下山除魔，途经边疆北地的盐城。听说盐城县令贪赃枉法，弃百姓于不顾。朝廷派来的钦差大臣手段雷厉，当即抓了县令，又将县令的豪华大宅开放，接纳无家可归的流民。我御剑行至盐城上空，发现这里魔气缭绕，30里外正有一批魔族之人靠近。我进城表明身份，求见钦差大臣。只是我没想到这个钦差大臣竟是无恙。他蓄了胡子，两鬓的头发已经斑白，只是看我的眼神还是那么温柔。得知他竟是主动来接管盐城的，我有点生气。你就不怕死吗？他笑道：可你不是来了吗？我顿时没气了。我告诉他，城外聚集了一群感染了魔毒的百姓，他们已然身死，成了魔的容器，而普通百姓只要被他们咬上一口，也会成为魔人。无恙听了我的话，当即下令关闭城门。可是到了晚上，却还是出事了。城门不知何时被人偷偷开了，一群魔人被放了进来，城门口顿时血流成河。我御剑而去，让守兵撤后，保护百姓，一路把魔人打退到城门外，对无恙喊道：关城门。他眉头皱紧，担忧地看着我，抬手下令关城门。城门关闭时，魔族队伍也赶到。我立于城墙外，从腰间抽出了凤隐月双剑。当年这把我亲自锻炼的剑，已经与我魂神合一。城内的人看不到城外的景象，只在我拔剑时听到一阵凤鸣声，一只火凤划破夜空，在天幕上展开双翅。百姓们纷纷抬头，红色的火焰映在了他们瞳孔中。3天2夜后，我拍了拍城门，守将透过缝隙看到是我时，立刻开了门。此时我已无力御剑，拖着沉重的双腿走了进去。昨日，我感觉自己跌入了一个温暖的怀抱，鼻尖的气息柔和，让我放松了警惕，沉沉睡了过去。我醒来后，无恙正在审理那个偷开城门的老妪。他在混乱中本想偷跑，却被守将一把抓住，关了大牢。无恙大怒，
你可知你撕开城门，害死了多少人？老妪跪坐在地上，头发散乱，身上散发着恶臭。魔人也是人啊，你们怎么可以为了保自己的命，就把他们弃之不顾呢？我开城门，不过是为了救他们罢了。这般迷惑的言论，听来异常耳熟，我好像有多年没听过了。我从屏风外走了出来，站在老妪的3步之外，静静打量了她一会儿。她老了，也黑了。以前当乞丐时还挺注意干净，现在头发看着半年没洗，都长虱子了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还是那么自以为是。老妪听到我的声音，忽然抬起头来，拨开两侧凌乱的头发，用那双浑浊的眼睛死死盯着我。啊，是你这个死丫头！贱人，万人骑的娼妇玩意儿，你怎么还不去死？我居高临下，冷冷地看着他。我知道你一直不想我好过，可我现在活得很好，以后我还会活得更好。这句话彻底刺激到了他，他张开手指上来要抓我。凤鸣月双剑感应到我有危险，从我腰间飞出，径自插入他的心口。场面立时寂静无声。我垂眸，伸手握住剑柄，把剑拔了出来。血液溅到了我的脸上，还是温热的。自此，我的剑上到底是沾了自己亲生母亲的血。盐城已经恢复了往日的热闹。我站在城墙上，看向身边的人。你不觉得我是个怪物吗？我亲手杀了我的亲娘。他抬手轻柔地拨开挡住我眼眸的额发。那不是你的错，是他罪有应得，也是他欠你的。我睫毛微颤。他问我，你还会走吗？我想了想，摇摇头，我想在盐城待一阵子。那我陪你。我没想到，他这一陪就是20年。在他人生最后时刻，我来到他的床前，他握着我的手，遗憾道，你还是10几岁的模样，而我现在是不是很丑？他只是老了，但不丑。在我心中，他永远是当年那个卖画，教我读书识字的少年郎。昨日，我心悦你。我知道。他摇摇头，你不知道。他声音越来越轻，在画摊前见到你的第一眼，我就心悦你了。吴恙说，他死后不要为他修墓立碑，只要把他的骨灰挥洒在天地间。他希望能化作一阵风，陪我到这世间的任何地方。我抱着吴恙的骨灰离开了盐城。昨日之名早已名扬天下，而在师尊欲把掌门之位传授我时，我拒绝了。往后的时间里，一愿识尽天下好人，2愿读尽世间好书，3愿看尽世间好山水。这是无恙的心愿，亦会是我的心愿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